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两位老朋友啊，大舅啊，资深的产品经理啊，前 Google 的产品经理，大舅你好。你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小戴啊，戴家静啊，是LinkedIn 的资深的产品经理啊，小戴欢迎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又把两位朋友又捞回来哈，我们又一起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知道小戴前段时间刚刚去国内也开了一个行业的峰会，也做过了给了一个 speech，就是讨论 PM Manager 这个工作是不是可以被 AI 取代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你们看那个 Andrew 吴恩达在推特上已经说了，他说未来这个 AI 再发展下去，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就要大规模的被取代了。然后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产品经理，是 PM 啊，他这个作用就会变得非常核心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比方说他就可以通过 AI 自己去 build 一些 prototype 或者是做一些尝试，他就不需要那么多 engineer。所以他会觉得 PM 的工作反而会变得更加的重要。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说 AI 可以取代基本上所有的工作，说这个像 PM 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在这个被取代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所以我觉得这事情挺有意思。两位都是资深 PM，我不知道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谈谈你们的观点吧，你们觉得未来会是怎么样？依照你们的目前的这个所获取到的信息来说。我觉得就是从Andrew 的 post 来讲，我觉得就是 make sense。因为现在如果你想就是 tech industry as a general 就是 industry 的话，就是它最低效的地方其实是 engineering。因为你可以想，它有就是最多的人，然后一般情况下，如果你非常 tech heavy 的，就是 big tech，你30%到50%全都是 engineer。然后这些 engineer 的话有不同的expertise，而它不同的就是specialty，就是从一个方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这个 transfer 的transition 的 cost 也很高。就是传统上来，大家就是学 computer science，学就是不同的，就是你的 specialty 在哪里呀之类的。它的成本都是非常高的。现在如果你说非常非常顶尖的 engineer，他是就是基本上都很灵通。但是他的日常工作的话，还基本上是 focus 在某一个 area。呃，嗯哼。但是现在就是 AI 的 application 的话，AI 的 engineer 就可以把这些就是非常就是 repetitive 的工作，然后全都给替代掉。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趋势。我觉得对，也应该代替一下产品经理。就是其实产品经理每天的工作也不是我们天天都想做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趋势。呃，很多像大的公司里面，像 LinkedIn 也是，就是有一些 engineer，他可能每天工作做的是这个，但是他很想transition to another area，对吧？我觉得 AI 会 enable 这样子的，就是更好的，就是去跨 specialty 的学习。嗯然后也可以让你就是把工作做得更高效。嗯，大舅呢？你觉得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把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用脑的部分，一部分呢是用嘴的部分。用脑部分就是思考，用嘴的部分就是说去沟通。那我觉得 AI 大部分情况下在用脑的部分现在已经能够取代越来越多了，一开始能取代一点点，我相信以后比如说5年以后它能取代的部分就更多。所以说凡是用脑的为主的行业和职位都会受到一些侵蚀，比如说工程师里面，如果你是纯写代码的。那么确实是有可能，那你用脑这部分就会被这个 AI 所取代，或者是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你吧，或者说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会被取代，但工程师的数量可能会减少。比如说以前10个人做的活儿，可能因为有 AI 的帮助，可能2个人就可以了。那这种是有可能的。产品经理呢，其实有一部分的活儿呢也是用脑的，比如说去做数据分析啊，用户的这个调研呐、竞品的分析啊，这些事情其实 AI 都能做。就比如说你说，哎，请告诉我某某网站它的目标用户是什么，他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这你直接问一下 ChatGPT，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些事情其实都不像以前你得自己去做了。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关于沟通这部分。那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 AI 的取代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那还是需要，比如说从工程师角度来说，那工程管理这件事情可能是AI 取代不了的。比如说工程经理他需要管理一些工程师的performance 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取代不了。再比如说 GPM 要协调各个不同的职能啊、团队啊，这个取代不了。那产品经理的话呢，他需要做一些决策，比如说这个他要决定什么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后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 AI 能辅助，但是也取代不了。最后呢，产品经理要做一个跨部门的协调者和领导者，那这个呢，基本上用嘴的，这个不仅仅是用脑的，那这个事情的话呢，AI 也取代不了。所以说呢，我的意见是说，在用脑的部分，AI 能够逐渐的取代，甚至是帮助，使得我们的这个人力变少。在用嘴的部分，沟通、领导、决策这部分的话呢，AI 可能就取代不了了。嗯。但是我觉嗯得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point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公司当中 in the future 就是大家的人都变少的话，其实管理人也会变少。嗯只是说就是那个 skill set 很难被代替，因为那个嗯 skill set 是你要去 communicate with different people，嗯然后去就是你如果去想 communication 或者说这些 soft skills，它之所以被称作为 soft skills，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非常死的 framework，它没有一个非常死的就是流程让你去 follow，越能够变成一个就是 textbooks knowledge 的东西，它越 systematic。而这些 systematic 的东西，AI 也更能够学到。但是以后的公司的 size 都会变得很少，所以 management 也会变得很少。这种为什么裁员都裁 middle management 的原因。嗯你想哈，就是我们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沟通的能力，沟通是跟谁？沟通是跟人沟通嘛。但是我们这个不是孤立的看问题嘛，对吧？这个说 AI 有可能取代 PM，那其实 AI 有可能取代其他的 function 所有的团队，对吧？很有可能你这个沟通的成本就越来越低，可能最后某个 function 就完全是由 AI 在做，这个你不需要跟人沟通，对吧？你看那个文达他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 vision 里面是说，因为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被更多的 AI 取代了，一个产品它这个 PM 想 build 的时候，他就直接就跟 AI 交互，就把这个东西给 build 出来了。你中间可能就都不需要什么 project management 呀，就什么 sprint 呀这些，可能都不需要，你一个人就把这些弄完了，所以你所需要做的沟通工作可能也会相应的减少。但是我嗯们现在想了很多，比方说你可能要去跟客户沟通，去收集 feedback，去跟其他的部门 marketing，肯定是有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极端的、很发展的眼光来看，就是沟通工作是不是最后也会越来越少？因为那没有人就不需要你一个人，嗯。对着 AI 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定了。我觉得这个就要看到我们这个未来 AI 它是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有没有程度，就是说我作为产品经理，我告诉他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它就自动给你全做出来了。这个做得到吗？我其实持怀疑态度。这个呢，嗯就像说，比如说，过去大家的这个生产全部是人工的，然后呢，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机器了。有机器之后，就有大量的人失业了。但是呢，虽然有大量人失业，但机器你还是得有人去操纵。它机器嗯它不是全自动化，那还是有工人，对吧？所以说呢，还是得有人去懂这个东西，运转这个东西的。所以说，我觉得它不大可能会去把所有的工程师或者是所有的制作软件的人全部都取代掉。产品经理可以给他下指令，或者可以给他这个提需求，但是呢，会有人操纵这些机器来给你一个反馈。嗯，嗯我觉得 huge plus one。你看，你如果现在看到，比如说 Twitter 上呀，或者说大家所就是试用的一些就是 AI software engineer 的产品，然后嗯你怎么样给它一个 prompt，它就可以给你一个应用。其实你看那些 demo 都是非常简单的 demo。你让它写一个就是 calculator 啊，你让它写一个就是 feed 呀，然后你的就是 data source 都是哪些，你让它从这些 crowd data，然后给你一个 feed，对吧？这些都是像我们就是本科学 computer science 都是本科的 project，是这种大小，对吧？你要是真的说是一个非常complicated 的 product，
你就是现在想，就是 big tech company 里面这些 product manager 连 edge cases 都搞不清楚了，那你还希望一个 AI 能够帮你搞清楚所有 edge cases？同样的道理，engineering 这 side 也是一样。engineering side 你现在可以从 ground up 就是 build 起来很多就是小的应用。但是你是说，就比如说现在，就拿我的产品来讲，对吧？那我的产品非常 legacy 的产品，已经在那里十几年了。真的需要去搞明白一些事情，我的 engineer 也得需要花出来几个星期的时间去 investigate。那你现在说这些 knowledge 都是 就是 nowhere to found 的 knowledge，你希望 AI somehow get the knowledge，这是 not possible。所以现在它的很多 demo 只能说是一个就是 so far so good 的一个状态。他写一个小应用啊，给大家开心一下啊，对吧？就是让 traditionally 不在 tech industry 或者说在 tech industry，但他不写代码的同学开心一下呀，是吧？但是你真的说你要做出来一个多么 competitive 的一个产品，那你这个还能够在 market 里面待一段时间，还有 product market fit 这样子的产品，那我觉得这个还有一定的路可走。嗯首先是我觉得这个从 AI 来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它其实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呢是它的算力，它的计算能力，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在不断发展的。从我们一开始看 GPT 第一个版本到现在的新的 GPT 到 DeepSeek 等等之类，这个确实在变强，这个以后可能还会变得更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需要呢信息，需要你给它提供一些原材料，它才能够进行加工。那现在的话呢，最大的原材料这种互联网。那它可以去通过爬虫啊各种方式去网上汲取信息。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人工的给它，比如上传一个文件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其实不太够的，我觉得。那有很多的信息网上是没有的，很多信息其实在人的脑子里面，很多有专家呀，有些什么之类。如果人类没有办法把这些全部的知识都给它 dump 出来，然后都给到 AI 的话，那 AI 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它做不了的。嗯，好说。嗯。我觉而且得那个我正好有个朋友在做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 AI 的这个创业，然后他做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如果是让 AI 来帮你写一个 SQL，那就跟 coding 一样，那会变得挺简单，它可以很快的为你写很复杂的、很长的 SQL。但是如果你要让 AI 理解这个数据的意义是什么，就这个数据对于这个公司的业务来说意义何在，是个非常非常甚至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甚至在公司内部，你让他们人来说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意思，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嗯对吧？你 build data 的人可能知道数据从哪来的，对吧？你读 data 的人可能有自己的见解，那 business 运营的人可能对这个 data 他有他的认知，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最后谁说的是对的，或者说谁的这个认知是更符合这个数据所应该反映的一个真实情况的，在公司内部都很难说。那那更不用说你还要让 AI 去学习。这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是装在人的脑子里，这不是说，就像你刚才，就像大舅说的，咱有互联网，对吧？我可以互联网爬很多很多的知识来做训练。那在任何一个小的这个 business environment 里面，这些信息都存在于所有人的脑子里，就没有什么 documentation，没有人真的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documentation 来教你 AI 把这东西全部弄得很清楚，其实是没有的。你得去问人，然后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哈？他可能告诉你啊，你去找这个 team 的谁谁谁，他最了解，然后你可能找他啊，他告诉你。然后你想办法把它写进去，那这个就不是 AI 的优势了，对吧？你这样去 manual 的去收集这个信息，所以它在这一块其实就是有挺大的困难。我觉得同理放到这个产品经理和 engineer 的这个角度来说，呃，你让他做纯逻辑 engineer 的这个写一些 code，给他一些 specific task 是容易的，但是就好像小戴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你要做出在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个问题，首先理解下来就很吃力，对吧？对于 AI 来说，什么叫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且你也用 AI，大家都用 AI 啊。那你用的 AI，大家估计也差不多，也没有说谁的 AI 比谁的强100倍。那另外一个 AI 肯定就没人用了，对吧？那我们所有人都用 AI，那谁能够胜出？最后这个决定的关键的最核心的因素在哪？可能就归根结底还是要在人身上，它能够解决很多重复的工作。但是最核心的这个 core，我觉得这个人的因素还是跑不掉。嗯，我嗯觉得就是刚才大舅说的一个，就是现在
AI 的就是3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就是如果你去做 any 就是AI 应用，都需要思考的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是哪里的数据，第二个就是你的算法用什么算法，第三个就是 infra。infra 的话，你可以说 compute or whatever，对吧？就是如果你要去这样去想这个问题的话，那其实未来不管说 AI 去代替产品经理，还是去代替engineer，其实你除非说你这个人把这3方面都理解的非常透。对吧？而且你还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做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whatever，这样子的话，你才真的说你一个人可以代替整个团队。比如说现在你去定义一个非常好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或者去定义一个非常好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researcher，那你是希望他这3方面都很精通，对吧？他既知道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基本上训练出来一个很好的算法，他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算法变得更便宜，对吧？那正是为什么 DeepSeek 能够让美国那么惊讶的原因，对吧？所以说你真的说你需要你如果真的想要代替整个团队，你这个人的 knowledge 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要求的。然后刚才说到数据，这正是为什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可以活下去的 AI startup 全都是 B 端的原因。因为你的这些数据全都掌握在 B 端手里，不管你现在是做 customer service 也好，你还是做 software engineer 也好，你还是做data science data analytics 也好，就是这些其实你真的想要去帮一个公司去解决问题的话，你必须得需要这家公司的 data。这也是为什么中小厂都想要去找 vendor，想要去买这样子的一个 solution。你比如说看现在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AI customer service 的 startup，就比如说什么 Sierra 啊、Decagon 啊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对应的全都是中小型公司嘛。他们对应了我看到他们的 customer 里面最大的 Notion，那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中型的公司。好的，嗯，对，那如果大厂的话，像 LinkedIn，我们的 data analytics，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东西叫做 SQL Bot，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团队必须去 build 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了让所有的 PM 呀、什么software engineer whatever 可以更快的写 SQL，然后去 analyze data。那这样子的话，它 in-house build 就可以更好的去 understand 你的不同的database 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比如说，我就想要知道。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 unique user 来 LinkedIn feed，然后去interact with post。Let's just say this，right？我的 prompt 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只有内部的 SQL bot 才能知道哦，什么叫 interact，什么叫 come to feed，对吧？你的这些词，它才能知道我要对应的是哪些数据的 data set。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多数的 AI 的就是 startup，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在做 B 端，在做一个 solution，然后大公司的话都在做 in house。而且刚才说到，就是你很多的 knowledge 都在人脑子里面，这也是一个很烦人的事儿，对吧？这是为什么 Notion 这家公司能那么火的原因嘛，对吧？就是你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 document 下来，那 Notion 就希望能够用很好的 agile 的方式，用很零碎化的一个合作方式，起码你能够让你那个 data 有处可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嗯。对，所以这个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当我们笼统的问这个问题，AI 是不是可以取代 PM 或者其他的一个 function？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在一个人的层面，它到底能替代多少？但是当你把这个问题 drill down，你去考虑 specific 它到底代替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细节需要考虑。呃，像刚才小戴说的，大公司里面，因为它的数据积累比较多，包括它的业务比较稳定了以后，它可以有很多时间来把这个 knowledge 沉淀成一个可读的数据，让 AI 去 consume。那这 startup，大家都在忙着把这个业务给做好，没有人就是有时间，甚至你可能连 documentation 都没有。一个 table 是什么意思？Nobody knows，对吧？然后这个可能只有 build 这个人 table 的人才知道，然后他可能还离职了，然后可能后来来的人他只管用，他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这么 build，这完全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事儿。所以你在这个程度上再去，你甚至问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个你的这个就好像刚才小戴问的 interaction 是最主要的 interaction 是什么？可能就没人能够 well define 这个 interaction 是哪些 action。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较复杂。那我听下来哈，两位的
感觉是说，它 AI 能够代替一部分比较重复性的工作，但是可能还是很难从就是说完全替代，可能还是比较困难。我感觉两位都是这么一个观点，对嗯。是的，吧？啊，我觉得那就是它完全替代是在一个个体上，还是在一个 holistic 的 industry 上。如果在一个 industry 上的话，我觉得很难。但是在个体上的话，那肯定你说现在跟 lay off 一样，那你一个组都没了，那你就说其实也可以代替，对不对？就是但是我觉得 PM 本来这个 role 就是人很少啊，你一个很大的项目可能也就只有一个 PM，对吧？他去定义这个产品，去 coordinate，你怎么代替？就他因为很多的工作是他有一个 team，team 下面好几十个人，对吧？你可以说，因为他提高生产效率，可能只需要一半的人或者更少的人。那很多这个产品可能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品经理，你也不能把这个人砍掉一半吧，对吧？所以所以是不是就真的如吴文达所说，确实 PM 的重要性会至少它的 ratio 会下降，就是 PM 对 engineer 的 ratio 一定会是下降很多，对嗯吧？然，I'm 后 not sure about that actually。嗯，哦嗯，对，因为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去想一个 PM 的 scope，那你说我的 scope 真的没有办法往上涨那么也不一定，对吧？我可以把另外一个 PM 干死。啊，是这样，那你说，就是如果我有 AI 的加持，对吧？我可以负责的 product scope 确实可以变高。那比如嗯，说另外一个 scope 本来他想 hire 一个 PM 的，现在不用 hire 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 PM 的数哦，量也会降低，只不过它没有 engineer 降低嗯那么多，因为本来 嗯 PM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它本来人数就没有那么多而已。嗯。但是 I don't know，就是如果说这两个都在下降的话，那这个 ratio 会怎么下嗯降啊？那这只是一个不知道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 engineer 工程师还是 PM，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一个转型，就是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以前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是用手去织布的，后来呢有工业的这个发展之后呢，就有织布机了，那么这个时候以前用手织布的人就失业了，但是呢，他转型成为另外一种职业，就比如说是使用这个织布机的人。对嗯吧？那比如说，以前有工人在工厂里面是这个流水线上来组装东西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用机器人了，那么这些流水线人士失业了，但又产生了新的职业。那这个职业是操纵这些机器人的人，或者是研发这些机器人的人。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转换。那工程师跟 PM 其实都有这个问题。那工程师的话，可能有部分工程师他就失业了，因为他的工作能够被AI 取代。PM 的话呢，就像小戴所说，可能有些人他的 scope 可以变得很大，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 PM 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又会有新的职业出来，就比如说在工程师方面的话，可能以后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的需求量就很大。不像以前那么小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的研发这一块可能就有大量的需求。再比如说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比如说一些 prompt engineering 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人工智能边缘地区的这些应用层的工程师也会增加。对吧？那 PM 也是一样。那以前的 PM 呢，更多的是用户的体验呐、商业的需求啊什么的。那以后也会出现一种新的，当然现在已经出现了，就是更多的是偏 AI 的 PM，就他会管很多的数据收集、数据的训练，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他会需要用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知识用在产品的定义上去。那这个呢，这个需求更大。那就所以说就会有产生这样一个 switch，就从原先的这类产品经理、这类工程师变成了新的一类职业的一个产生。嗯。你看大就非常在关键时刻就把这个话题转到了如何使用 AI 上，我觉得这个 insight 非常好哈。你看，我们要讨论不光是说我们这个人被 AI 替代，我们要更加主动的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N 九五说的那个 PM 更重要，它其实更多的指的是 AI PM，就嗯是能够用 AI 来完成工作的 PM。嗯那其实有两种角色，我自己想有两种，一种是用 AI，一种是 build AI。你 嗯 build AI 也需要 PM，嗯因为 AI 本身就是个 product，对嗯吧？所以这两种就会非常非常重要。嗯我知道现在因为 AI 的 startup 太火了，有很多的人都想去就是去一个 AI 的公司工作，去 catch up 这个 latest trend。嗯，两位从 PM 的角度怎么来
看，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个 PM，你想转到 AI 行业去做一个 PM，嗯，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要去学习的，要去成长的，能够更快的去做到这一块。嗯。我觉得我可以先表达一下这个问题，来，然后大家可以 correct me if I'm wrong。最近也聊了很多 AI startup，是不是啊？所以可以可我就以 知道，我就知道。可以分享一下这这是可以播的吗？可以分享一下这些想法。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触是，就是首先我们当然讲，现在我们因为我跟大舅都是产品经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更集中在说，哦，AI 怎么会改变产品经理 as a job function，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大部分的 AI startup 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大家想要去 build 新的 AI application，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就是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会怎么样的就是 evolve。我觉得大家还是用产品经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应用层，用产品经理还是说就是产品经理的，就是 original 的 skill set。那这些 skill set 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有哪些是重要，有哪些是可以被代替的，对吧？就是你这帮 startup 在 look for 这样的一个 PM，也不一定就是说你这帮 startup 就是对的。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principle，就是你会发现，还是说一些非常重要的 skill set 还是非常重要。就比如说 how to understand your users，对吧？你怎么去要去 understand your customers 这些问题，怎么样 to get things done，对吧？怎么样去就是 compete with your competitors，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尤其是现在 B 端的 AI startup 这么多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跟 customer 去 interview，怎么样去得到他们的 pain point，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skill set。然后但是我其实现在就是看到很多 startup，就是感觉就大家还没有说，哦，我这个其实也不需要 hire 一个人，我可以其实用 AI 就可以做的这种心态，就是我这个其实是很惊讶的。就比如说像都已经是 AI startup 了，但是发现他们却没有完全的 AI 化来做事，对吧？对对，我觉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这个的原因，好吧，我想了很久这件事情，就是这其实是取决于这个 startup 的这个人是从哪来的。就是你如果说现在的 AI startup，他们的人都是从哪来的，有那么以下几种可能性，对吧？第一个就是他本来就是 startup，就是 entrepreneur，就是他是一个 serial entrepreneur，他现在觉得 AI 火了，他就开始做 AI 了。对吧？那他现在觉得可以找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whatsoever，他就可以自己开始去做一个AI startup。那么另外其他的人，他这个 startup 要这么快的往前 grow 的话，那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从大厂来的。那这些人还是有一种大厂的 mindset，没有被改变，而且他们当时退出大厂的时候，大厂还没有去普及 AI。现在，比如说我在跟很多人讲说，哦，LinkedIn 内部已经有 SQL bot 的话，很多人都会很惊讶。那你自己回到你当年原来的厂的话，他们也有 SQL 榜，对吧？就不是说 LinkedIn is bad，只是说所有的大厂现在都开始 apply。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是应用层。那应用层在model foundational model 的公司那边，就大家都会把他们叫做 refer company，对吧？然后对吧？这些就是 refer companies。如果说是 foundational 的话，那 PM 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 skill set。就比如说PM 怎么样去理解what is happening in this world，对吧？所有的 AI foundational model，他们都是 perform 的怎么样？他们的数据源都来自于哪里？他们的infra 上面都是有怎么样的不同？他们都使用了哪些的就是 resources，对吧？他们 either 他们的compute 是从哪来的，either 他们的 cloud 是用的哪个 supplier，对吧？这些foundational 的区别，我觉得那个是需要非常就是 technical 的 capabilities。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好学嘛，对吧？我所以我最近也在学这些东西，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我自己公众号上，对吧？小戴没的教水是用所有的平台在宣传一下。就是之前我也是在自己学习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看所有的就是 AI 的公司，他们的这些不同阶段的 training，然后以及他们都会使用哪些 techniques，对吧？就是比如说它原来的 foundational model，它最基本的 base 的 model，他们都是一开始用 pre-training。那么现在就是说 OpenAI 开始的这个 train，说我要用这个 internet 所有上的 data，然后都喂给我的 model，然后那么我的 model 就具备了一个基础的 intelligence，对吧？然后你再做 post training，post training 的话，原来大家都在做 supervised training。然后 supervised training 以后，本来大家也都在做reinforcement training。
但是在那个方面的话，你就会非常的小心，因为 reinforcement training 的话，你看你有没有 human feedback，如果你有 human feedback 的话，那这个 model 也会想怎么去 cheat 这个 system。然后是DeepSeek 的这个 paper 起来了，开始说哦，原来 reinforcement model training 可以给model 更多的就是chain of thoughts，可以让 model 自己培养出来 chain of thoughts，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 industry 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之前在写一篇文章，然后再包括说现在。一些比如说 customer service agent 呀，或者这个 agent 那个 agent，大家就比较喜欢用 RAG，大家也会发现 RAG 是1年前大家说 RAG 是最能够去就是去解决 hallucination 的一个方式，因为你 basically 给他一个 database，让他去从这 database 里面去找答案，所以这些 technique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说哦，我想要去 AI 公司，我需要有这些能力。我觉得再过5年的是这个 industry 所有的 PM 都需要这种能力，你起码都得知道这些东西。你是好像你现在知道哦，哪些东西是 front end，哪些东西是 back end 是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非常foundational 的 knowledge。而且这个东西它变化非常快，因为你就好像我们反复提到 DeepSeek，你今天可能有 DeepSeek，明天可能还有一个DeeperSeek，对吧？而且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突破，然后你就得不断的 catch up，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公司就因为 DeepSeek 出来了，所有的公司研读 paper。然后看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怎么上 DeepSeek，就是所有人都在干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会发生。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变化，所以你要不断的 catch up 这个 latest trend，来调整你的产品，调整你的架构，调整你的 service。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很关键，就是过去一个很资深的，可能 PM 或者是其他的 role 也一样哈，你可能在这个行业有些积累，对吧？我非常资深，然后我来操盘，我来掌控整个局势，在这种变化的速度下，可能这种情况就会非常好，比的就是谁更愿意去尝试新的这个 innovation，谁更能够更快的 catch up 到这个市场上的一些 trend 的变化，能够敏锐的发掘一些机会和这个 opportunity 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就会变得是更加重要，因为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人是很难能够跟上这个速度的，这也要有极强的这个快速学习能力。对呀，我非常同意这个所有的观点，就是在这个计算机行业里面，过去的情况是，工程师需要不断学习，因为那个技术的迭代非常快。就比如说20年前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一些软件工程的方面的一些知识，现在已经完全被颠覆了。那现在更多的有后面的新的技能。产品经理以前呢，这方面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会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从这个电脑端到移动端，对吧？你至少要明白一个 app 是什么，对吧？一个 app 跟一个 web 的配置有什么区别等等那这部分的话呢，在过去的话不是有那么大的变化。然后如果呢你这个产品经理有一点技术背景的话呢，应该很容易就能够 transition 过去。如果你没有技术背景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不难，就是这个是只要聪明一点都能学会。但是呢，到 AI 这边的话，这个东西有点 hardcore，这个有点难懂。然后呢，除了在 engineer 要自己要学习之外，那产品经理也变成也得在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自己了。那么这个其实对产品经理有很高的要求，就是其实不是所有产品经理都那么 technical，不是所有产品经理都有那么强的能够学习 AI 呀、什么机器学习呀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方面以后就会分化出一些产品经理来。那有些产品经理呢，他不断学习，那他的路可能就更宽一点。那他不断学习新知识，然后他就可以越来越走越好。那如果这个产品经理他技能有限，他本身的这个背景也不是很强，那他可能就学不进去。那他的话就要想我怎么能够在一个更窄的一个环境下一个生存，这个里面的一些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呢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学习能力啊，就是每个人也不一样，那么就到后来就会变成了一个。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比较资深产品经理，你的经验不是很有用。就比如说你以前说我做了20年产品经理了，那你的东西，我说我以前这么做的，所以这个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尝试。现在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年轻的产品经理反而有优势了，因为反正大家都不是很懂这个东西，那年轻人学得快，跟这个市场连接的比较紧，那么就会颠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经验未必很有用了。
你看，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虽然说这个对吧，以前纺织工有了织布机可以去操作织布机，然后这个工作还是在，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纺织工被淘汰了以后，操作织布机的嗯，人不是原来的纺织工，而对，是新一代在织布机的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懂得怎么操作纺织机的这波人。所嗯以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说对吧？被 AI 取代，但是 AI 还是需要 PM，也需要 engineer，但是这些人并不是被 AI 取代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在新的这个环境下来，像现在很多这个 college grad、new grads，他们就非常接受新生事物非常快，然后他们就是 grow 嗯 up in this environment，this is the domain，他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 catch up 这个 latest trend，然后在里面做很多有创新性的工作，呃，而不是说，哎，因为这个 AI 很好了，然后有一些，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人到中年，对吧？然后被 AI 取代了，被裁掉的人，然后你要再去适应这个，可能就会很难。所以这个也有一个社会层面的，就从社会层面上好像没有太大的事情，因为你有淘汰一些，有创造一些新的机会。但是从个人来说，这个就是只能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就是被这嗯个，如果嗯。你不能够 catch up 这个 trend，不能够尽快学习的话。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可能也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人类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然后一般人在他20多岁的时候是他大脑最活跃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学习的这个能力也非常强。一般到了30多岁、40岁以后，一方面你比较 distracted，比如你有家庭啊、有孩子啊什么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大脑的注意力和计算能力，还有这个学习能力都有所下降。那么一般来说，人到了40岁以后的话，他自己的这个认知能力会有一点下降。所以说，这个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都会有后来的人来取代前面的人的这样一个情况。说的我这个内心泛起了一丝危机感。哎呀，这个年纪大了，小戴还可以，小戴还可以啊。那我觉你的得其实前景还就是是很光明。嗯，我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个不分年龄段，就是虽然说就是大家觉得 in general 的话，比如说你30、40岁的人会有更多的就是 effort 去 transition，但是就像大舅刚才讲的，就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就是 one step further 的话，看那些就是 difficulty 是哪里的话，可能来自于 distractions，对吧？这不是说是一个关键是能力或者说就是脑力的原因。你如果说现在看OpenAI 的 PM 们，对吧？那些 PM 就其实都是十几年的 PM，那如果你要是说按照一个general 的概念的话，你觉得那些人其实应该被现被淘汰了，对吧？OpenAI 也没有在 hire 那些年轻的 PM 们，对吧？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其实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家公司也不缺钱，对吧？所以说，那你可以，你如果说你要是去砸钱，砸同样的钱，你能够在 PM 这个领域得到一个非常 senior 的 PM 的概率，要比你 engineer 那边的钱要少很多的。所以，那你如果是一家不缺钱的公司的话，你肯定是要砸钱的。那这个 PM，我们讲道理说，现在年轻的 PM 在这个领域当中会有很多问题在，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多 immature 的 PM，在听到有一些 customer 讲了什么，就立马做出来一个 feature，对吧？其实后来发现那 feature doesn't work at all。这些 immature 的行为，那些资深的 PM 不会有这些问题的。资深的 PM 也会有更多的 experience communicating with engineers，所以说不会有那么多其实来来回回的 pushback。资深的 PM 会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说那些人这些 technology 对他们来讲是新的东西吗？那肯定也是新的东西。那如果不是新的东西，你自己怎么不 build 出来一个 OpenAI 呢？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你还是不同的年龄段，你都得去学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要分享，就是我们现在都想的是非常 limited to tech industry，因为如果你按照就是整个时代的变迁，对吧？你会发现 tech industry is one of those industries，只是在风口浪尖上。那你退50年前的话，那个不叫 tech industry，对吧？是 some other industries。再退100年前的话，还是 some other industries，对吧？那如果你想这个时代的就是变迁，这个 the industry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都是最集中、最聪明、最灵活、最 amazing 的 people，对吧？因为钱在哪里？
就是会 like 就是 in general 看这个规则的话，就是 capital 在那里，那你会吸引更多人才过去，对吧？那这些人才如果是这么高质量人才的话，他们 transition 到哪里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其实我这个是非常 optimistic 的。我觉得你如果说30-40岁的人，大家觉得 transition 会有难度，我觉得也有一个原因是大家越老了会越问自己，就是我的 expertise 在哪里？就是你觉得我在那个行业里面待了10几年，那么我的 uniqueness 在哪里？如果你就是 don't give it a fuck，就是你就是 forget about it，对吧？那其实你的能力，你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你在脑子里面不知道你现在能怎么去 utilize 你那方面的 skill set，但是你真的去 transition to another area 的话，你会发现你还是比那些年轻人强。就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你脑子当时不能 make sense of it。但是有很多 skills 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东西叫 soft skills，因为你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利用上，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么看这个行为的话，那我觉得有很多 industries 都是非常需要一个 transition 的，就是而这些从 tech 过去，我们说，比如说很多人讲从 Meta lay off 的人也瘦死骆驼比别人大，对吧？那就是从 tech lay off 的人也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吧？你可以去别的 industry 去 work something out，你像比如说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就会去 collaborate 一些其他 industry 的人，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思维方式就是差距很大。你会觉得那些 industry 为什么没有这些变化？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嘛，没有那么多 capital 去变化，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的 cross industry 的变化，我觉得我非常 optimistic，而且我非常 looking forward to it。哎，你看那小戴又从很乐观的角度把这个问题跟我们说了一下，说的我现在又觉得我又行了。哎呀，突然觉得我又行了。我们把这个再收拢，再收回来哈。我们这个把这个话题撒开了，我觉得非常好，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再说回来，再回到这个 AI 这个 PM 本身这个关系上，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很重要，值得去讨论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效率提升上去了以后，人少了，对吧？就沟通工作少了。那另外一个变少的就是整个决策过程的发生会变得非常少，可能就是真的是某一个 PM，然后我一拍脑袋，这个事情就这么做了，然后用 AI 咔咔咔哧吭哧就做出来了，对吧？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 AI 又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工具，这个大家都毋庸置疑了，对吧？而且有很多的业界的专家也都会对这个事情表示一定的 concern。我记得可能去年 ChatGPT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天天在这里说怎么要监管啊，怎么让这个伦理呀、AI 伦理很多讨论。但是你当发现你这个 AI 速度越来越迭代越快，好像这帮人就声音慢慢的小了。最近也没有看到谁出来说我们要建立这个什么很强的 AI 伦理，包括 Elon Musk 一开始天天没事就在批评说你们 OpenAI 这个东西一定要 control 啊，这个不能够这么搞。现在他已经去这个政府部门搞这些东西了，已经没有空管这个 AI 的伦理这个事儿了。但这个问题就还是依然存在。这会不会有一种更加怎么讲，更加不确定的情况会出现？因为这东西太快了，就是个人的或者是小团队的能量太大了，对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会非常巨大，而且它这个可能能也比较 unpredictable。呃，你们有这样的 concern 吗？作为 PM 的角度来讲？看起来好像没我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就是有很多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其实有很多很多，对吧？就是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去 lay out 几个 point。那第一个 point 就是从 government 那边的监管，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就是这个 election 有关，就是我觉得本来特朗普就不是一个非常就是会 care 这些东西的人，而且伊朗。唉，就是我们都说伊朗疯了，是吧？就是，我觉得我还 worked for Tesla，好吧？我要在这里展现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虽然 work for Tesla，但是我当年 work for Tesla 的时候，伊朗还没疯。然后我觉得，我就这样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觉得就是在
拜登的时候，伊朗强调那些 AI safety，那是想要去 slow down OpenAI，好吧？就是他脑子里面只有 competition，他其实并不那么 care。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 administration 变了以后，可能就是我发表完这些言论，你这个视频下面会有一堆喷我的人，但是，我依旧会要说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 administration 就不是怎么 care。我觉得这个 他 administration 连比特币都不 care，何况 AI 呢？对，因为我是之前在 Twitter 上看到一个评论，我觉得我跟他虽然话糙理不糙，我觉得就是其实支持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只能是两种人，一种是 billionaire，我觉得我肯定不是 billionaire，对吧？所以我不能支持，因为你不管说多聪明，你不管是个 millionaire 或 whatever，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能力其实已经不是说代替50%的人的问题了。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就是去遏制这个 technology，因为你知道这个 technology 已经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没有人可以停得下来。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会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定会有 solution。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的 power 会集中在某几个人手里，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development cost 这些 cost 那些 cost 去 development 一个新的东西的这个 cost 都变少了的话，那这个世界的权利也应该会 distribute。如果哦，说你想像现在支持 Trump 和伊朗的人都在 Twitter 上，对吧？那很容易就会有另外一个 app，就跟 Twitter 一模一样的 app 出来，对吧？就是去做其他的，就去支持其他东西，对吧？如果说你是一个 Swiftie，对吧？那你就去 Thread 上面。虽然说现在Mark Zuckerberg 也不怎么好哪儿去，对吧？那你可以去就是其他的 app 上去。我记得之前Mark Cuban 投资了一个 app，我忘记它叫什么。对，你可以去不同的 media 的 app 上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总是要有一个发声渠道的。那你不能说通过你自己的算法或 whatever，你就可以让这些人闭嘴的。这些人是闭不了嘴的。你不是说现在大家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现在大家所有人都有 internet 了。那你现在尤其 AI 的 development 又降低到那么低的 cost 的话，那我们讲一个完全没有 background 的人也可以 build 出来一个 Twitter，对吧？就告诉 OpenAI 去 build a Twitter for me，对吧？就是那这个总会有 solution。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权利放在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这个讲民主去给每一个人的说话权利的话，那其实 at the end of the day 这个是有遏制能力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由于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原因，这个只能是给大家就是民众更多的监管的权利，这样子的话才能让这个技术稳定的往前走。但是 in general 的话，我觉得我还是非常 optimistic。嗯，Ray Hoffman 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 Super Agency，就是 What could possibly go right about AI，对吧？其实每一个 technology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What could possibly go right？因为大家都会问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所以，你看，但是我觉得就是国内国内的情况，我觉得要好很多。其实，和谐和谐，国内和谐。我其实还没有看巫师财经的最新的那视频，但是我只是看到他那个的 title 说，国内的互联网现在突然变成一片净土了。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美国的互联网现在有点乱的不行，我觉得国内现在真的是净土，去小红书上感觉一切大好。那个，我觉得这个 democratize 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总担心你有一个 super power 出现，对吧？AI 就是一个 super power，但其实你要仔细想，AI 这个 super power 如果把这个 power 其实给到了所有人，都变成了非常 super power，那这个就不能称之为 super power 了，嗯这个就是说，如果只有某一个 billion 链，他有这个玩意儿，别人都没有，然后那我们其实是非常担心，对吧？但如果 everybody has it，相应的这个风险其实会降低很多。这个逻辑就跟就跟这个其实跟这个 crypto 也有点类似，
就是他把这个金融的这个权利从政府部门给挪到了民间，对吧？你这个比特币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机制，我互相转钱，谁也别管着谁，对吧？我们之间就有交易了，跟你政府没关系。然后这个包括跟美国的这个枪支也是一样，对吧？枪支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武器，那我就每个人发一把呗，对吧？咱谁也别怕谁，对吧？你比我强壮很多，我跟你打架可能会被揍死，但是当我们手里都有一把枪的时候，谁怕谁啊，对吧？这个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差距给拉平了。所以如果 AI 确实是所有人都能够 enjoy 这个，尤其是 DeepSeek 现在开源，对吧？这个玩意儿就你自己在笔记本上就可以 deploy 一个 AI 出来，以后只会越来越便宜。Everybody can maybe cell phone 上就可以有一个，对吧？那这个确实就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 power 的差距又会变小，那其实反而就不会那么的危险啊、对。对。这种为什么 DeepSeek 的这个有这么大的力量嘛？我觉得不仅是在 technology 上面的一些创新，而且其实这个就是 fuck monopoly，对吧？就是你不，对你就是比如说你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抗衡一个就是super billionaire，你当然钱上可以抗衡，对吧？如果说你用其他的 billionaire 去制衡另外一个 billionaire，或者是说你用 intelligence 也可以制衡。你 think outside the box，对吧？这些都是talent，对，国货之光。那就能我觉得 safety 这个问题的话，从历史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是什么时候出事儿呢？就什么时候会管一下。就是如果你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你其实是管不了的。一个方面是有很多的人他想要在这个里面获得一些利益，所以说他自己是不会管自己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管不了，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就好比说这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是以前的美国的航空业是没有安检的，然后就出了911这个事情。到911之后呢，现在大家上飞机都得安检了，对吧？那是因为出了事儿才安检嘛。那以这个 Uber 出来的时候是没有网约车这个法规的，那大家就纯粹是打黑车。然后后来呢，出了各种问题，然后就说那我们要一个 policy 出来，来让大家都非常安全的来打这个网约车。所以说，一般来说是创新先有事情发生，先有问题发生，先导致了一些麻烦事儿，然后呢就会出一个规矩来控制它。所以说呢，就看 AI 什么时候要么是出事儿了，或者是要么是这个需要被监管了。到那个时候大家也知道要怎么监管了。所以说，在它没有到那个程度之前，我觉得你可以让它野蛮的发展，而且你也可能也管不了。好。那我们 hope the best，希望这个事情的发生能够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多于这个它的这个 risk。呃，那个行，今天非常感谢跟两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PM 和 AI 这个领域趋势相关的话题，那个学习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啊，有机会下次再聊，好，好的，谢谢周友，了解。谢谢，拜拜拜拜。拜拜。